第一课：自然与野生动物。瞧那只高贵的蓝鹭，它真是太壮观了。确实如此，它们真是优雅的鸟，尤其是在沼泽水塘里捕鱼的时候。我觉得它们捕猎食物的方式很有趣。没错，它们是耐心十足的猎手，等待着最佳时机发起攻击。你知道这些鸟类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吗？当然，它们有助于控制鱼类数量，维持生态平衡。它们吃的东西会被消化吸收，用来滋养周围的植物。没错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。我喜欢每个生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。没错，即使是最小的昆虫，也能为环境健康做出贡献。说到昆虫，我注意到附近有一些蝴蝶在翩翩起舞。它们真漂亮，它们还能帮助花朵授粉。大自然的确遵循着和谐的法。的确如此，每个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其他物种。除了蓝鹭之外，你还有其他喜欢的鸟类吗？我太喜欢色彩斑斓的翠鸟了，它们鲜艳的羽毛真是美极了。翠鸟真可爱，我喜欢看它们俯冲捕鱼。是的，它们捕猎的技巧非常高超。我想知道这个保护区里栖息着多少种不同的鸟类。可能有几十种，每一种都丰富了这里的生活多样性。这让我更加欣赏大自然了。的确如此，花时间在户外活动有助于我们与自然环境建立联系。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探索，看看还能发现哪些其他野生动物？当然，我非常期待发现大自然中更多隐藏的宝藏。我们悄悄地走吧，我们不想惊扰到鸟。好主意，观察野生动物时，耐心是关键。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发展。第二课，寻找缓解压力的方法。我确实需要一些减压方式。我明白了，你都尝试过哪些放松方法呢？我听说精油有很好的舒缓作用。没错，芳香疗法是一种绝佳的放松方式。哪里可以买到？你可以在保健品商店或网上找到精油。听起来很简单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香味？我喜欢薰衣草，它有极佳的镇静作用。我听说薰衣草也有助于睡眠。是的，它营造了一个宁静放松的环境。还有哪些缓解压力的方法？你试过冥想吗？它可能非常有效。我考虑过，但从未真正下定决心。值得一试，即使每天只花几分钟，也能有所帮助。我会研究一下冥想类应用程序，它们或许能给我一些指导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很多应用程序都提供很棒的指导课程。那么，
体育锻炼呢？你觉得它有帮助吗？当然，运动是缓解压力的绝佳方式。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瑜伽，它将运动与冥想结合起来。我一直想尝试瑜伽。瑜伽难吗？完全不是，我们有适合各种技能水平的课程。我可能会参加入门课程。那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。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。不客气，记住一定要重视自我关爱。我一定会安排时间放松身心。这才对嘛，你值得拥有最佳状态。谢谢你的鼓励，我很期待探索这些选择。第3课，有效的职场沟通。与同事沟通时，清晰明确至关重要。我同意，我们需要根据受众调整沟通方式。没错，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方法反应也不同。是的，有些人喜欢直接获取信息，而有些人则更欣赏详细的解释。你通常是如何处理的？我首先会尝试了解他们的喜好，这有助于我调整我的信息。这真是个好主意。你遇到过沟通方面的挑战吗？当然，误会难免发生，尤其是在电子邮件中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语气很容易被误解。没错，我经常会加上友好的问候，营造积极的氛围。这真是个好策略。那开会的时候呢？我一直鼓励公开讨论，这有助于促进合作。我喜欢这样，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自在地分享自己的想法。是的，它可以带来创新性的想法和解决方案。你是否曾经遇到过棘手的谈话？我已经做到了，保持冷静并积极倾听非常重要。倾听至关重要，这体现了尊重，也有助于解决冲突。当然，有时候人们只是想被倾听。如果有人表现出防御姿态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保持耐心，努力寻找共同点。这很明智，关注解决方案可以转变讨论方向。没错，它能将精力引导至合作而非冲突。感谢您对此话题的真知灼见。谢谢。有效的沟通在任何工作场所都至关重要。让我们在今天的会议中牢记这些策略。第4课，社会与正义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近来准军事风格的时尚越来越流行？是的，确实非常引人注目。它似乎体现了一种强悍的风格。
确实如此，但这引发了人们对他所传递信息的疑问。的确如此，时尚有时能够反映社会问题，包括冲突。说到冲突，我读到司法部门对任何与暴力有关的贸易都采取了更加无情的手段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，它表明了法律如何适应社会挑战。没错，但这种方法真的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吗？这值得商榷。有人认为，严厉的措施反而会引发更多不满。我能理解这种观点，严格的执法可能会让人们感到被边缘化。没错，必须在公正与仁慈之间取得平衡。公平的做法可以带来更好的社会结果。没错，改造而非惩罚更能促进改变。我想知道这些趋势会如何影响公众对权威的看法。他们可以建立信任，也可以造成不信任，这取决于人们感受到的待遇。信任对于公民与司法机关之间建立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。没错，没有信任，合作就很难进行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才能鼓励就这些问题展开更积极的对话呢？公开讨论和社区参与可以弥合差距。社区项目可以帮助解决根本问题。是的，通过教育和资源赋能于人至关重要。这似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。的确如此，但承认问题的复杂性是迈向进步的第一步。我很感谢我们的谈话，它让一些棘手的问题变得清晰明了。我也有同感，这样的讨论可以激发人们深思熟虑的行动。让我们继续共同探讨这些问题。第5课，慎重选择。我发现自己很容易就会不自觉地打开社交媒体应用。我明白，这很容易变成一种习惯，让人不假思索的就去查看它们。没错，我常常在想，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利用我的时间？你有没有想过设定特定的时间来查看你的应用程序？真是个好主意，这或许能帮助我更有计划性。没错，通过合理安排时间，你既可以享受上网时光，又不会过度沉迷其中。我也可以尝试寻找其他活动来打发时间。当然，读书或者散散步都能让人精神焕发。我以前很喜欢读书，但现在已经不怎么读书了。重新开始永远不晚，你或许会重新燃起自己的热情。我可能会先从篇幅较短的书籍或文章开始，慢慢恢复阅读习惯。听起来是个完美的计划。短篇阅读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。你呢？你是如何控制屏幕时间的？我为我的应用程序设置了每日使用限制，以帮助我保持专注。这真是个好主意。你觉得它有效吗？是的，它鼓励我参与其他活动。
我希望我的生活能更加平衡一些。我们都可以做到，找到这种平衡是幸福的关键。我喜欢这种更加谨慎地做出选择的想法。正念可以带来更充实的体验。或许我可以开始写日记来记录我的活动。真是个好主意，这能帮助你反思自己是如何度过时间的。我会试试的，谢谢你的鼓励。不客气，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你的进展。愿我们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，并拥有更加充实美好的未来。第6课，美食探险。我品尝过许多不同文化的传统美食。听起来真是一次很棒的冒险。你最喜欢哪种菜系？我觉得摩洛哥美食令人难忘。我一直想尝尝摩洛哥塔吉锅，味道怎么样？它味道浓郁鲜美，香料搭配完美。听起来真美味。你配的是蒸醋麦粉吗？是的，蒸醋麦粉蓬松柔软，和炖菜搭配的非常完美。我仿佛都能尝到它的味道了。你还尝过哪些其他传统菜肴？我还曾在一个小村庄里品尝过正宗的意大利面。没有什么比得上自制意面。它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好吃吗？太棒了，酱汁非常新鲜浓郁。我一定要把这个加入我的美食愿望清单。你应该试试。你呢？你最近有没有尝试过什么传统食物？我最近品尝了一些泰国街头小吃，真是各种味道交织在一起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我超爱泰国菜。你有没有尝试过辣的菜？是的，我吃了一份辣味绿咖喱，简直让我的味蕾翩翩起舞。听起来真棒。我喜欢泰式菜肴中辣味和甜味的平衡。没错，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美食体验。你有没有尝试过在家做传统菜肴？我曾经尝试做寿司，但结果却一团糟。做寿司可不容易，结果怎么样？这么说吧，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被拆解的卷饼。太搞笑了，至少你制作的时候很开心。没错，烹饪应该永远是一场冒险，即使过程中会弄得一团糟。我同意，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。此外，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分享。说到故事，我们应该一起尝试做一道传统菜肴。听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我们应该选择哪种菜系呢？希腊菜怎么样？我一直想做希腊切合。绝佳的选择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启这场美食之旅了。我们尽快计划吧，我很期待看到结果。第7课，珍惜家庭时光。我尽可能多地花时间陪伴我的祖父。
太棒了！祖父母们往往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。是的，我有时会和他一起去公园散步。听起来真不错，一起散步肯定能增进感情。没错，他走路困难的时候，我会扶他走。你真是太好了，这说明你很关心我。我喜欢边走边听他讲故事。祖父母对生活有着独特的见解，不是吗？当然，他的经历引人入胜，而且常常充满幽默。我能想象，幽默是跨越代沟、建立联系的绝佳方式。他总能讲出一些他年轻时的趣事。这些故事也能教会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。是的，我从他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。珍惜彼此相处的时光非常重要。我同意，我真希望可以和他多待一会儿。或许你们可以一起计划一些特别的郊游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或许可以去野餐或者参观博物馆。没错，新的体验可以创造持久的回忆。我一定会向他提出这个建议。我相信他会很感激你的体贴。知道我能在他身边支持他，我感到很欣慰。当然，无论哪个年龄段，家人的支持都至关重要。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，继续与他创造美好的回忆。那真是个美好的目标，珍惜每一刻。谢谢，我会记住要优先安排家庭时间。第8课，有效的项目管理。使用这款项目管理工具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。没错，它让任务委派和进度跟踪变得更加容易。我喜欢现在一切井然有序的感觉。没错，这样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责任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会议效率提高了多少？确实如此，我们花在讨论谁在做什么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，我们可以把精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。没错，这有助于营造更高效的工作氛围。我也很喜欢，我们可以设置截止日期和提醒的功能。没错，这样可以确保每个人都尽职尽责，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您觉得哪些功能最实用？我喜欢这些协作工具，它们让分享反馈变得轻松便捷。评论区简直是救星。确实如此，这减少了无休止的电子邮件往来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完全依赖电子邮件。以前真是乱成一团，现在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了。我知道可以随时查看进度，这让我压力减轻了很多。那真是个巨大的好处，它能让人对项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。你觉得我们团队现在更有动力了吗？当然，他们能看到自己的贡献正在产生影响。
见证我们共同取得的进步，令人欣慰。没错，庆祝小胜利能提振士气。我很期待看到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。我也是，持续改进是成功的关键。让我们继续探索新功能，以提升我们的工作流程。当然，总有新东西要学。我很欣赏科技如何简化我们的工作。第9课，选择合适的宠物。你可以饲养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作为宠物。是的，这太有趣了。你认为最常见的宠物是什么？我想说，对很多人来说，猫狗都是最受欢迎的宠物。当然，它们之所以深受喜爱是有原因的。狗以忠诚和精力充沛而闻名。是的，它们是很好的朋友，而且非常爱玩。而且，猫通常更独立。没错，它们比狗更容易饲养。你有没有考虑过养宠物？我考虑过了，我很想养条狗，但我经常出差。这可能是一个挑战。狗狗需要很多关注。是的，我或许会考虑养只猫，它们适应能力更强。猫咪很擅长自娱自乐。没错，而且它们想表达爱意的时候也会非常热情。那么其他动物呢？你有没有想过养一些不常见的动物？我一直想养只兔子，它们可爱又毛茸茸的。兔子是很棒的宠物，它们个性独特。是的，我喜欢它们蹦蹦跳跳的样子。我听说豚鼠也很受欢迎。没错，它们是群居动物，喜欢陪伴。你觉得饲养爬行动物作为宠物怎么样？它们很迷人，但需要特别照料。没错，并非每个人都做好了饲养宠物蛇或蜥蜴的准备。没错，在养宠物之前，做好调查研究至关重要。宠物能带来很多快乐，但同时也伴随着责任。是的，确保能够提供合适的环境非常重要。我敬佩那些从收容所领养宠物的人。我也是，这给了动物第2次生命的机会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会从收容所领养一只狗。那太好了，您将为一只需要关爱的宠物提供一个温暖的家。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宠物真的能丰富我们的生活。第10课，追逐梦想。你听说过那个走向世界的年轻女子吗？是的，她真的非常出色，这很鼓舞人心。我钦佩她的决心，她总是竭尽全力。当然，追逐梦想需要很大的勇气。
我想知道是什么激励他坚持下去。我相信他对记忆的热情推动了他的发展。这很有道理，热情确实是一种强大的动力。是的，它激励我们克服困难，保持专注。你读过他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吗？没错，他遭遇过挫折，但从未让挫折定义自己。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。韧性是成功的关键。的确如此，这提醒我们，失败往往是垫脚石。我很欣赏他把握每一个机会的态度。是的，他积极主动地寻求各种经验来提升自己。我很想了解更多关于他表演方面的信息。他获得了如潮好评，人们都被他的才华所折服。太棒了，获得这样的认可一定很有成就感。确实如此，这证明了他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。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有自信去追求自己的爱好。你可以的，记住，自信来自于练习和经验的积累。你说的对，或许我应该从小事做起，一步步往上爬。那真是个好策略，每一步小小的进步都对你的目标至关重要。我会认真考虑你的建议。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在自己的旅程中大放异彩。让我们像他一样，勇敢追逐梦想吧。第11课，发现新口味。我刚刚发现了一种新的柑橘类水果，它可能会成为我的新宠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这是什么柑橘类水果？它叫蟹橙，颜色非常醒目。我见过那些橙子，它们和普通橙子相比，味道如何？它们更甜，并带有一丝覆盆子的味道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一定要试试。你绝对不会后悔的，它们非常适合做沙拉或甜点。我能想象，柑橘类水果能为菜肴增添如此明亮的风味。哦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个柚子。柚子，我从没吃过，它是什么味道？它是最大的柑橘类水果，味道清淡甘甜。太棒了，我一定要把它加到购物清单里。你应该试试，它非常清爽，尤其是在夏天。我喜欢发现新的水果，这让每餐都充满乐趣。没错，每种水果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风味。尝试用它们进行创作，可以带来美味的作品。你有没有用不同种类的水果做过水果沙拉？我试过了，这是一种既色彩缤纷又美味的享用水果的方式。我应该试试，听起来很有趣。没错，而且你还可以发挥创意，搭配各种酱料和配料。你通常会在水果沙拉里加什么？
淋上少许蜂蜜，挤上一些青柠汁，味道会更加鲜美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一定要试试。你会爱上它的，新鲜水果值得多加呵护。我很兴奋能尝试这些柑橘类水果。我也是，我们尽快计划一起做一道水果菜吧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，我迫不及待的想尝尝我们的作品。第12课，旅行冒险。你的经历听起来太棒了，我是从伦敦开始的。那真是个开启旅程的绝佳城市。你最喜欢那里的什么呢？我非常喜欢探索历史遗迹，尤其是伦敦塔。那里的历史太迷人了。你看到皇冠珠宝了吗？是的，它们美得令人窒息。离开伦敦后，我又去了巴黎。巴黎真是一座浪漫的城市。你去过埃菲尔铁塔吗？我做到了，登顶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那里的景色一定非常壮观。确实如此。之后，我继续前往罗马。啊，罗马，那里的食物一定非常棒。太棒了！我吃过最好吃的意大利面。我简直不敢相信。你参观过罗马斗兽场吗？没错，站在里面感觉就像穿越回了过去。那是我梦寐以求的。你参加过旅行团吗？是的，我参加了一个导览团，这让历史鲜活了起来。这些旅行团往往能提供非常有趣的见解。从罗马出发后，我前往巴塞罗那。巴塞罗那真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。你看到高迪的建筑了吗？是的，圣家堂令人叹为观止。这真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杰作。你有没有尝尝当地美食？我每天晚上都吃西班牙小吃，它们太美味了。西班牙小吃是体验不同口味的绝佳方式。每个城市都各具特色，让旅程令人难忘。听起来像是一次精彩纷呈的冒险之旅。我很想多了解一些你的旅行故事。我有很多故事，或许我们可以一起策划一个旅行系列节目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分享我们的经验或许能激励他人。第13课，平衡自然与健身。我喜欢在大自然中待着，感觉非常舒畅。那太好了，我喜欢去健身房锻炼。健身房固然很好，但你是否也曾渴望到户外活动呢？当然，我尽量两者兼顾。大自然能让人精神焕发。我发现待在户外能显著改善我的心情。我同意，新鲜空气和阳光确实能让人平静下来。你喜欢哪些户外活动？我喜欢徒步旅行，它既能锻炼身体，
又能欣赏美丽的风景。徒步旅行太棒了！你探索过当地的徒步路线吗？是的，我上周末发现了一条很棒的徒步路线，景色美极了。听起来太棒了！下次一定要加入你们。你应该试试，这是亲近大自然的绝佳方式。我也喜欢在公园里骑自行车，这是一种很有趣的锻炼方式。骑自行车真让人兴奋，而且它还能让你覆盖更广的距离。没错，我经常沿着河边骑自行车。听起来真不错，这条河一定为景色增添了不少魅力。没错，我喜欢一边骑车一边看鸭子游来游去。真有意思，大自然总有办法让锻炼变得充满乐趣。你更喜欢室内运动还是室外运动？天气好的时候，我更喜欢户外锻炼。我也是，户外运动真的让人神清气爽。此外，它也是结识新朋友的好方法。我在徒步路上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健身爱好者。太棒了，这有助于营造社区氛围。或许我们应该尽快组织一次集体徒步旅行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分享这段经历一定很有趣。让我们一起计划吧。亲近自然和健身是绝佳组合。